所以我讲，通过台湾军队啊，它展示这个巷战的能力，实际上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他对啊，就是自己现在制定的这种以武谋独挟洋自重这个战略本身就是缺乏信心的。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伟东最近呢，这个台当局为了显示就是他以武谋独挟洋自重的这种能力因为他毕竟从美国买了很多的武器装备所以也要给台湾的民众或者新闻界展示一下，而且呢还让他的这个军队呢演示了就是巷战，就是这个在城市里边比如说破门而入，然后呢发起攻击，或者是呢守着这个大楼。或者是某一个建筑好像他的这种就是巷战的能力也很强。那么他表演这个巷战当然虽然在演的过程中会出了一些洋相，比如说想破门而入，3次破门，这门都没打开，没进去，然后这个媒体就笑话他，说你这还表演巷战，结果这个门都进不去，你还什么巷战呢？但是我们就从这个台湾军队表演这个巷战，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自己就现在台当局制定的这种就是以武谋独，或者是对抗大陆的这种战略他是缺乏信心，或者是根本就没有自信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的这个所谓新的战略，就是以武拒统的这个战略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就是有效阻吓。有效阻吓是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台湾这个军队现在买了美国的先进装备，比如说大象漫步你看 F-16V 这个是美国空军装备的这种飞机，那我现在台湾也有，而且这个对雷达进行了升级，是F-16V 嘛 ，V 就是它这个新改进的加装了比较好的雷达。那你看我这个装备好吧？还有我买了美国的爱国者导弹，可以防空可以反导。你看这个装备好吧？还从美国购买这个鱼叉导弹。这个美国的这个鱼叉导弹主要是放在舰上的，但是呢台湾买回来之后，不但放在军舰上，而且呢还放在陆地上，就是放在这个车载然后在岸边就是移动就是这样的话，哪儿出了事儿赶紧往那儿开，然后去打击。所以呢就是我有了美国的装备，所以有效吓阻，就是把解放军给吓住，有效的吓住，就是你别来，你要来了的话，我的武器装备很厉害，我是一个小刺猬这是有效吓阻。第二条呢就是海上毁伤。所谓海上毁伤呢，就是你大陆和台湾岛它是隔这个台湾海峡的，那这不是你过来这个军舰主要是拉载着装备和人员，这个多你空运的话人员肯定少嘛，所以呢它主要考虑你呢就是要登岛登陆的话，主要还是以军舰或者航渡这样的过来的舰船为主。所以呢他就说这个海上毁伤，就是当你的这个军舰大舰艇编队有的人说是万舰齐发，就是各种各样的船军船民船都一块过来的时候，我要毁伤海上，就是把你的这个舰艇运输人员还有武器装备包括这军舰通通的在海上就给它毁掉或者伤掉你就过不来了嘛所以就隔着台湾海峡嘛这个呢是叫海上毁伤。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决胜滩头，那他不可能在海上把所有的军舰都给打掉所以当你要在滩头上登陆的时候，那我就决胜滩头，就是把各种武器装备导弹炮弹就是向这个滩头上滩头阵地上倾泻。当然他也知道，就是如果解放军一旦从滩头登陆那打上来，那他是扛不住了，所以呢他的战略基本上是这样。但是现在如果说你的这个战略是有效的，你是自信的，那决胜滩头就决胜了吗？就是解放军上不了滩头的话，那你不就决胜了吗？那你打什么巷战呢？就是又退回来了，就等于是全部登陆了没办法了。就是这个他考虑到就是投鼠忌器我躲到这个城市里边来了，躲到这个民居里边来了，因为老百姓嘛他住在楼房里面，那我跟老百姓住在一起，你不能打老百姓吧，所以呢就是投鼠忌器，我就知道你解放军不能打台湾的民众所以我这个练习巷战。那反过来说了，一个他这个巷战表演的不怎么样，还有一个这个打巷战呢他主要是投鼠忌器就是说这个怕就是比如说进攻一方，他怕
打死打伤这个老百姓，或者是说呢把这个建筑物啊都给毁掉，就附带的这个毁伤啊太严重，可能就不打了。但是我们想，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在信息化的条件下，如果我要攻城略地的话啊，假设我们把这个城市啊划去一半，然后我要打这一半的话，那我把这一半城市咱们讲给围起来啊，围起来，然后我打开2个门，一个老百姓走，一个是你投降的啊台湾官兵走啊，2个门打开，交枪不杀嘛。那在现代化的城市里边，它可不是农村呐，你把水断掉，你把电断掉，你说说它能支持多久？我们知道人离开饭可能坚持的时间还长一点啊，比如说坚持个3、5天不吃饭可能还行，但是不喝水3、5天，我觉得这一般的人可能就受不了了。那要10天半个月断了水啊，咱别说喝的水，咱就说洗澡，还有就是啊搞卫生的清洁的水都没有的话，你说这个城市会是个什么样的状况？没有电，现在我们说冰箱啊。没有电，咱们说不用还可以，但是你没有电的话，手机啊等等啊，通信信号啊，什么全都没有了，那这个生活恐怕城市就进行不下去了吧？我就想，这仅仅是简单的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还要开展什么巷战，所以我讲，通过台湾军队啊，它展示这个巷战的能力，实际上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他对啊，就是自己现在制定的这种啊以武谋独啊挟洋自重这个战略本身就是缺乏信心的，因为他知道这不可能达不到目的，所以我们通过他的这些举动呢，都可以看出他背后的企图和他真正的就是这种能力。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